长江，一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。地理书上说长江6300公里，世界第3。历史书记载，它是天堑，是粮道，是抵御外敌的防线。小时候，长江活在语文课本的诗词里，是一个文学意象。长大后，它变成我南下打工时车窗外一道匆匆掠过的风景。回想了一下，课本之外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它。几年前我看了一部叫《长江图》的电影，剧情我并没有完全的看懂，但片中冬日的长江在迷蒙的雾霭和连绵的山峦间缓缓展开，呈现出的诗意画面让我记忆颇深。电影里一个个沿江的地名被赋予了故事与情绪，也让我很想去实地探访一番。所以呢，这次我打算花几个月的时间沿着长江旅行，去看看在课本的定义和电影的滤镜之外，真实流淌在两岸的是怎样的人文与风景。这该死的光线 ！Hello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宝山，我身后呢就是长江了，显而易见。长江呢奔腾了万里，从这里再往后面走50公里就注入到东海。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上海吴淞国际邮轮港，是亚洲第1大邮轮港。电影的男主高淳就是驾驶着广德号吧，从这里出发，一路向上到了四川的宜宾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行程的开始也是从这里开始，一路向上到四川宜宾。就是因为这个该死的仪式感，让我跑到这边来录开场，但是没有料想到上海5点就日落了，一来天儿就黑了呀。刚刚我就是这样狂蹬自行车，想赶过去看个江边的日落呢。觉得这边江边的日落很好看，但谁能想到上海天黑得这么快，过去已经完全黑透了，啥也看不见。哎，现在又哼哧哼哧的蹬回市区，溜达到了北外滩，这个视角看得还不错呢，比外滩那边人少多了。晚上江边没有什么风，所以也不太冷。看看繁华的夜上海吧。站在东方明珠对面，眼前流淌的黄浦江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段支流。100多年前，这里是上海最重要的货运码头。从长江上游运来的茶叶、瓷器，在这里装上远洋轮船，运往世界各地。1843年上海开埠后，外国洋行、中国钱庄、报馆书局纷纷汇聚于此。得益于长江便利的运输和庞大的市场，纺织、造船等近代工业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拔地而起。贸易带来了巨大资金流和结算需求，催生了近代上海的金融业。这里也从货运码头一步一步成长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华尔街。现如今，码头边的起重机变成了陆家嘴的摩天大楼，货轮的汽笛声也化作金融中心的键盘声。但上海作为江海枢纽的角色从未改变。这座城市的故事说到底就是长江遇见海洋的故事。我已经溜达回青旅附近了，晚上其实还是有点冷的，10度左右，有点冻手。我这次住的青旅不太好，是在一个写字楼里面，没有窗户，所以房间有点味道。给大家大概瞅一瞅，就在这样的一栋楼里，共用的写字楼大堂看着还可以，但是房间就一般般了。溜达到深圳了，到龙华了。各位游客，龙华会周围，请勿相信看向上面的，谨防上当受骗。果然，一出地铁站，路两边的银杏树叶都黄了。我是昨天在小红书上刷到说龙华寺的银杏树很漂亮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算去对面的龙华寺去看一看。
龙华寺是上海规模最大也是历史最久的佛教寺庙，它的名称来源于佛经中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成佛的典故。相传呢，它是三国时期孙权给他妈妈建的，但是呢，据可查证的历史记载说，它应该是建于北宋年间。这个寺庙里面还有2个很可爱的猫猫，一个叫佛来，一个叫佛虎，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看得到。今天是周末啊，一进来有好多的人。这边进门之前有一个宝塔，很多人在绕着它转圈圈，好像转3圈吧，寓意吉祥平安。这里可以请香，我们去请个香，也去绕3圈。这边有四方神，拜四方，也帮屏幕前的各位观众祈求平安顺利，去四方都能够一路顺遂。现在我们绕完佛塔了，准备进山门。这个龙华的牌匾中间呢有一个金印，这个印呢据说是玉做的，但是因为是皇帝御赐的，所以叫做金印。好了，右边写的是江南古刹，左边写的是人间兜率。在佛教的世界中呢，据说弥勒菩萨是佛祖指定的接班人，他呢修行的地方就是兜率天。兜率天是佛教宇宙中的第4重天。龙华寺呢就是弥勒菩萨在人间的修行道场，所以呢这边叫做人间兜率。香火真旺啊，好多都是年轻人。这里可以点香了，终于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，前2天还有点雾霾，今天的天虽然没有那么蓝，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多的灰尘。后面这边是钟楼，这个是天王殿，这里是鼓楼，鼓楼下面是千兰殿。这个季节的银杏已经黄了90%了，还有一点点绿，但是已经很漂亮了。在上厕所吗？那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，那边有一只。只要有猫的地方就有好多人拍。哇，还有人喂你小鱼呢，小猫。不打人吧？不打人吧？给你个白眼自己感受。在这个银杏树下，好多的银杏果哦。我说怎么这么臭呢？看一下，长这样，看着有点像葡萄干哦，还有点可口的样子呢。闻一下，臭死了，臭死了！一股臭袜子味儿，远离这一块儿。哇，后面的这2棵银杏树太漂亮了，全黄了。我天哪，全是摄影师，根本挤不到好角度。学一下人家吧，看人家拍哪儿我就拍哪儿。他们在拍那个圆的。我放弃了，这人流吓到我了。我准备来吃个饭。哇，就是来吃个面都这么多人。这里出名的一个是银杏树，还有春天的花，寺院的小猫，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素面，先吃后付钱。还有冷菜，哇，好烫！看一下这个素面，有笋、木耳、胡萝卜，还有一些豆制品。面的分量很大哦。然后这个小菜呢有酸萝卜，豆制品
挺不错的，像肉一样的，一个卤蛋，这个15块钱，这个10块钱，一个25，在上海这个物价来说非常的划算了。溜达到了徐家汇公园，这边还有演奏的。老头是巨琴，句子哦，巨琴哦，这个是从意大利传过来的。意大利17世纪的飞鱼，拉了30年。对他演奏家，演奏家肯定的。百度上查得到。上海滩最好一个，哦，拉了30年，开玩笑。百度上查得到。嘎子呀，锯雕呀，就是锯雕，买得来侪是有刺的，买得来刺么来刺麻得了。搿就靠外公，听了。去哪儿？哦，这样发出声音了。嗯，对。我到中央电视台采访他，像这个菲律宾总统，你像这2张我们2个人，30年，像鼓浪屿啊，这个结婚了以后拍了一张，一年1天，我服装都没扔掉啊，我就是喜欢拍这样记录性的，这个我年纪轻还可以啊。可以，很帅，很帅，对吧？啊。那您当新华社记者当多少年？40年。40年。新华社我是签约的摄影师。哦。我主要是上海的教育记者。哦。就是教育系统。教育系统记者。跑教育的。风光我也拍的，是吧？哦，很好。是吧？都拍的，都拍的。您这是。风光的那这个都照相机拍的。您这是专业的。是吧？不要什么艺术性很强的，有点记录性的，看不管好的不好，哪怕糊的，留着。我电脑里8月份的10个 T 的硬盘10几个。你们也跑国外是吗？跑国外。世界头脑那边到美国去我就要去。领导去了嘛，领导到法国去，到中国跟法国年，法国我也去了啊。那斯洛伐克、波兰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一个国家一张，小镜头记录大世界。活什么？活质量。不能讲寿命你多长，你100岁，100岁40年在床上等于60岁。对。我爸爸90岁死的，30年在床上，人家问我你爸爸几岁死的，我说60岁。什么60岁？我说30年在床上不算了。那30年过了一样的日子。人天天睡在床上，人家不知道。你年纪轻啊，你们最多25。25吧，25不止啊？不止。哦，那可不止。我当年高中生。高中生不止。我在旁边怎么想的？小姑娘怎么人家读书，怎么今天不读书啊？我后来想了，早就没读书了。您多大呀？我70。您70啊？我也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比你们爸爸妈妈大。我开始是水泥厂工人。对吧？你只有考大学了，考进大学了，出来就是干部编制。77年恢复高考第1届嘛。上师大嘛。我考的又是中文系嘛。这个一直有梦想的。是吧？一直有，我想我怎么能当工人呢？那么我现在开始做秘书啊，开始做什么？所以一个人一生不要留遗憾，要留一点精彩的瞬间。其
实上海我之前来过好几次，这次呢就没再去打卡那些热门景点，趁着秋意在街头随意走走，感受了一下城市的气息之后，便出发前往了下一站。镇江，古时候叫京口，与扬州隔江相望。这一带的长江又称为扬子江。据资料记载，镇江已经有2500多岁的高龄了，但是如果跟长江的历史相比，又显得是那样的年轻。大约在6000多年前，镇江尚未出世，这里是天苍苍，水茫茫，长江就在这儿和大海融为一体。如今，这宽阔的水面和浮现在江中的绿洲，似乎还在向人们证明，这里曾经是大海，曾受到过海浪的洗礼。我现在是在镇江的北固楼，我背后呢就是长江的内江。当年辛弃疾驻守在长江南岸抗守金军，曾经多次登临北固楼，写下了《咏渔乐》和《南乡子》2首千古绝唱。何处望神州，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不尽长江不复流。三国时期呢，孙刘联合商量抗曹大计，刘备招亲，还有孙尚香继父投江，都是发生在这边。今天正好是阴天啊，秋风瑟瑟，更有一种历史的苍凉感。玄德公，可知这北固山之风光乎？从未到此，无从得知。玄德公，请随我来。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北固山的东吴古道。三国时期，孙权最早将统治中心从苏州迁至镇江，这里是他图谋江东霸业、联合刘备对抗曹操的决策中心之一。尽管后来迁都南京，但镇江始终是拱卫都城、训练水师的江防门户。所以，相较于江南诸多城市的婉约风韵，镇江更多了一些英雄气和悲怆感。相传南朝梁武帝萧衍登临北固山时，曾被眼前江山交织、气象开阔的景色所震撼，提笔写下了6个大字：天下第一江山。当然，这个不是原件嘛，这是清朝的人临摹的。延陵无据书。做官就在这等皇上的诏书，如果皇上从南京发诏书了，打马当天就到。皇上没有召他当官，他就在这写文章呢。就是写书了，立柱了，啊，所以镇江就出隐士，苏北出和尚，和尚都在东海里、兴华里、银山里，所以淮山不以我当不了官，我们也很清高啊。那我可以创作写作呀，像梦溪笔谈、像文亭雕龙这些科学巨著都在镇江完成的，就这些士大夫。在北固山的附近有一个永安菜市场，据说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正好到饭点了，我们也去尝一尝镇江特色。这个米饼多少钱？应该2块5。哦，要一个。这附近有好吃的锅盖面吗？锅盖面不多着呀。我又没有看到几家啊。哦，对面有一家是吧？好的，谢谢。锅盖面都差不多的。哦，对。2块5一个的米饼，一个黄的，一个白的，焦焦香香的米香味儿。这里面是焦的，哇，能听到声音吗？嘎吱嘎吱嘎吱。现在我们去吃个锅盖面。这边老板说随便一家的锅盖面都好吃。这家吧，我看这家也卖锅盖面。哦，要粗一点的。老板，这个为啥叫锅盖面呀？哦，上面盖个小锅盖啊。它的作用是什么啊？好的也很好吃。哦。味道浓啊，还给它米不让它也很好，不让它满出来。哦，不让它铺出来。哦。吃个炒鸡蛋。哦，我这个面就够了，其实。没事，吃啊。谢谢。我还没吃呢，要什么多吧。摄像头做吗？来尝一口这满满一大碗的铺盖面，哦，锅盖面，大块的牛肉，大块的肥肠，里面还有一些青菜、豆芽，还有豆干。
综合了一下这些肉的肥腻感。刚刚那个老板说，他的酱油是熬了好几个小时的，好像江浙这一带的面条看着都是龙油吃香的，但是其实吃了呢，它也不那么咸。他给你打钱了。现在外面好冷，来一碗热腾腾的锅盖面上去。吃了半天，还有这么大一碗。咋想就是把锅盖放到锅里面煮的？我们镇江就是个特色嘛。我们镇江有3怪，有3个怪，对吧？每地的都有，香酥百不坏。那美国的飘锅盖，烧肉不当菜，那个烧肉，对，对吧？是一个小凉菜。对，烧肉不当菜是3个怪吧？每地的都有。这是谁发明的？把锅盖放到锅里？镇江是乾隆皇帝的那个时候，夏家南就有的。那夏家南就是个，原来是个芦苇盖子，现在弄那个木头盖子。它能够增加面的那个风味。对。镇江除了北固山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地方很出名啊，就是白素贞放水淹的金山寺。它原名是叫龙游寺，因为唐朝开山时在山下面挖出了金子，所以呢，当地的百姓习惯叫它金山寺。关于金山寺呢，我还看到一个传说是跟神笔马良有关。这个传说中呢，马良并不穷苦啊，反而是江苏一个养马养鹿的富商。话说啊，马良有一天来镇江游玩，天色已晚，他就入住一家客栈。只见这个客栈里面呢，坐着很多江南的富商们，只有首席空着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和尚捧着化缘布，请大家签字，大家全部都是你退我让，谁也不愿意捐大头。这个和尚呢，就是金山寺的住持法海。他因为跟白素贞打架，他的金山寺和金山全部都被冲得无影无踪了。马良见状很是着急啊，又觉得这些富商们奸猾伪善，于是呢提笔在化缘布上写下了7个大字：马良独修金山寺。这些富商们觉得马良目中无人，便质问他：独修金山，土从何来？马良微微一笑，在纸上又加了一句：不用江南一锹土。之后，马良便回到盐城的家中，变卖家产，组织大船挖土运往江南。他家也从千亩良田变成了水荡，也就是现在建湖西部的马家荡。他也因为劳累、饥饿，病死在金山脚下。现在我们爬到了藏经阁，不得不说啊，金山寺的秋天真的很漂亮，秋日暖阳搭配着黄色的墙。哇，这个寺庙建得真的很不错哎，看来马良捐了不少钱啊。据说这边是叫四果山，也就是这个寺庙把整个山给包裹起来了。上面这个塔就是关白素贞的塔，白娘子在里面关着，许仙在外面绕着塔喊娘子娘子娘子的那个塔。古法海洞。法海大禅师，我求您高抬贵手，就放我家官人出来吧。想见，可以，有本事，你给我跪下，一步一步的跪上宝塔。是官人，放开我，让开！官人，家人，快来救我！起来呀，姐姐，你起来吧，快点起来吧，小七呀，不要管我。我这就是来找个官人，凡是跟人家闹特别起劲。姐姐，你这么说，好像我很喜欢闹事似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娘子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在影视剧里，法海一直是反面角色，但金山寺法海洞中供奉的法海原型其实是唐代高僧裴头陀，他是当朝宰相之子，却选择在金山苦修。相传他在开山时挖到了黄金，却分文未取，全部用于重建寺庙，因此被尊为金山的开山祖师。
当年的金山其实是一座孤悬于江中的岛屿，被誉为江心一朵芙蓉。直到清朝光绪末年，才因长江水道变迁，逐渐与南岸相连。正因扼守长江天险，金山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南宋时，梁红玉就曾站在金山的妙高台上，擂鼓指挥作战，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，留下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千古佳话。山顶上有一个亭子，亭子里有一块石碑，写着“江天一览”。呀，背光了，看不清啊。我们在这个山顶上可以看到对面的扬州啊，对面冒烟的2个烟囱就是扬州的。京口瓜洲一水间，说的就是扬州和镇江离得很近，只隔了一条窄窄的江。风自云动体不动，是天自因我不应，多彩丽是不多，看不到日落了，只剩下了一点点残败的荷花，还有水鸭子。所有的汤都是鱼肝油熬的，所以你闻的味道很香。而且我们家这个汤很浓，很好喝的。好，它这个底下有小刺，你看，剥起来把这个包起来吞下去啊。那剥下来弄一小小的这样吞下去。这个皮非常好，满满的胶质，你看，胶质满满的，很好吃的啊。这河豚不是说有毒吗？要完全煮熟就没毒了是吗？现在养殖的没有毒了。养殖的没毒。养殖的一个没有毒，而且我们烹饪你放心，有专注这个的肯定很安全的。哇，就是他们说的先掉眉毛。这个鱼肉已经炖到很烂了。还有点韧韧的。这个青菜吃的是野菜。来一下这个鱼皮，软软的那种，确实里面有一点扎嘴。咸菜，再入面汤。这个鱼肉没有刺，所以可以很安全、放心大胆的吃。甜的，一口下去暖和。在镇江的第2天，我又去吃了一顿暖和的早餐。小馄饨和赤豆糊在江南一带非常常见，因为这里地处长江下游平原，盛产小麦、水稻等传统作物。小馄饨因皮儿薄、组织快，可以挑担叫卖，非常适合码头工人和商人快速充饥的需求。于是，在商业繁荣的市镇中心保留下来，成为了市井小吃里的暖胃点心。吃完早饭，我去了长江边曾经很繁忙的古渡口西津渡。金陵渡在古时候是很出名的一个渡口啊，很多文人墨客都来这里乘船或者是登岸过，像李白、王安石、陆游、孟浩然、苏轼、马可波罗。宋朝的时候，王安石应召入京，路过这里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《泊船瓜洲》。京口瓜洲一水间，中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唐代诗人张姑来江南游玩的时候也写下过题金陵渡，金陵津渡小山楼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岳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。这个古渡口街挺短的，一共也就1000米。它之前是真正的去长江坐船的渡口啊。清代以后，由于长江中的那个泥沙淤积，江岸线逐渐往北移，现在这里离长江边已经有300多米远了。路中间的这个草，你知道是啥吗？这是车道哎，独轮车的车道。诸方映射，
朱芳也是镇江曾经的一个名字。镇江曾经有很多个名字啊，它在春秋时期呢就是叫做朱芳，秦朝呢又叫丹徒，三国时期呢孙权在这边筑城，改名为京口，隋朝呢又叫做润州，直到北宋的时候，宋徽宗把它改名为镇江，强调它是军事重镇，镇守长江天险。现在也可以看到镇江有很多区都是用以前的名字命名的，比如润州区、丹徒区、京口区。昭关石塔，看这个塔有没有很眼熟？很像西藏那边的塔，因为它是喇嘛塔，传统的藏传佛教式的建筑。全中国有这样的塔一共有4个，3座在北京，现存的只有1座在我们镇江这个地方，而北京的这个3座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毁坏了，保存的最好的只有一个方方的基座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，是全中国保存的一个最为完好的一座过街白塔。我们来看这个塔是像个瓶子一样的，所以它也叫宝瓶塔啊。为什么是一个宝瓶形状的？宝瓶它有一个叫终身平静的意思，就是确保平安的意思，所以用了一个宝瓶的样子。而在这个长江过江，老百姓就非常信奉这个，所以呢一定要祈求过江平安，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我们元代的塔啊。这是真迹，700多年的历史。传说当年元代皇帝在里面放了舍利子，其实里面并没有舍利子。在1960年我们对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的时候，在里面发现的是2卷的藏传的曼陀罗经卷，1卷是观音心经，1卷是黄盖的心经啊。远处的那个门上写着“层峦耸翠”，出自于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。层峦耸翠，上出重霄，飞鸽流丹，下临无地。是吧？很符合这里。哇，而且好漂亮。以前像这个交通没这么便利的时候，全是渡口。像我们这一条边呢，全是渡口。我们因为像我们这一条边，它分大概有几个8个渡口。我们那个小时候，它1号码头、2号码头，一直到8号码头。你像长江的水，它就是水都没有以前多了。以前长江多宽呀，收了大概有1-2公里，最宽的时候可能要3-4公里。小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做，像捕鱼的、打鱼的、游泳的多。但是你自己要注意安全，因为江上本来船就多。现在不让游了是吧？现在不让游，这船太多了，万一把你弄死，确实找谁？它水看着是平缓的，其实对，底下很漩涡，很多人。我们现在去坐一个客船，是从镇江到扬州，横跨长江，但它不是属于游客性质的，是当地的交通船，就3块钱。请通行，请通行。还有好多大货车呢，这个船是属于人车、3轮车、电动车都能上去。已经开了，宽阔的长江正好赶上日落哎。从镇江到扬州，乘坐轮渡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。江面上货轮、渡船汽笛声交织，有的奔向繁华，有的回到故乡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人从这里经过，赶路的商贾、落魄的诗人、戍边的将士，还有我这种闲散游客。两岸的城市换了模样，渡口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。此刻的江水已不是上一刻的江水，但长江依旧是长江。落日沉入眼前的水面，朝阳在背后缓缓升空。